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月23号，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2个有一点难，蛮难的，其实很难的词汇。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啊。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老师换一下镜面啊。好，今天老师跑了9327，看得到吗？再看一次。9327，中文要怎么说？9327再看一遍。好，9327，好，欢迎大家啊。那这个老师可能要开始休春节了，可能是下周2开始，老师会上课上到星期1，明天、后天、大后天、星期1都会上课。那老师知道有很多中文老师已经在休假了，不过理查老师在下星期2开始会休春节啊，应该会休1个礼拜左右吧啊。新的手表啊，乔玛发现了理查老师有了新的小米手环啊。好，9327步啊，林子秀珍 Henny 博文，还有这个慧君9327 KTH Hardwin， 还有佩霞 Angela 柔山9327步，还有 Semina， 对，后天大后天，对。Hello 海山，欢迎啊。汉奸9327步，佳佳9327步。好，非常好啊。那老师看到 Refractor， 欢迎啊 Refractor， 还有谁老师没有叫到名字的啊？可能老师没有看到你，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在节目上叫你的名字。涂俊来了，欢迎啊，很好的名字哦，涂俊。小米手环，对。我觉得小米手环不太好用啊。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Hello Dias， Hello 瑜伽老师你好。好，今天我们学习2个老师觉得很难的词汇：干扰、干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干扰。好，干扰跟打扰的意思差不多。那么干扰呢，你会觉得这个人用某一种方式持续性的影响你或打断你做某一件事情。比如老师在上课，有的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来干扰老师，比如说，老师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有人用奇怪的问题来干扰我，而且是持续性。什么叫持续性？就是会一直这样做。理查老师，你结婚了没？老师，你单身吗？很多人会用一些跟今天的课没有关系的问题来干扰我，所以干扰就是用某一种方式一直持续性的影响我上课，或打断 interrupt， 打断，影响就是 influence， 打断 interrupt， 打断我上课的过程，某一件事的进行，这个就是干扰干扰。比如说你在学习的时候，旁边的小孩子，可能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旁边吵闹、哭，他们在干扰你学习，乔玛一直干扰理查老师。好，所以干扰就基本上是不是你很喜欢的一些行为，然后影响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你就被干扰了被干扰了。如果我们被干扰的话，我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是无法集中的。
你的注意力会分散，因为一直有人分散你的注意力啊，分散注意力。好，这个就是干扰。好，干扰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例句教大家使用这个词汇。手机铃声干扰了正在考试的学生。好，学生们正在考试 having a test，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手机响了，手机铃声铃铃铃铃铃铃铃，干扰了正在考试的学生。学生都很专心的在考试，但是突然有人的手机没有设置静音。如果你的手机没有设置静音的话，那么有人打电话给你，你的手机就会铃铃铃铃铃，手机铃声，手机会响，那手机铃声就会干扰其他的人。好，设置静音，我们也可以说设静音。你的手机有没有设静音啊？你看电视的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在开会的时候，你的手机都要设静音silence mode， 要设静音，不然手机铃声会干扰别人，你的手机铃声会干扰别人。好，有的人在你睡觉的时候在旁边吵你，他在干扰你睡觉，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干扰这个语法点很简单 ，A 某一个东西或某一个人干扰了你，可能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可能是手机铃声，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有人大声说话，干扰了谁？可能是你，可能你被干扰了。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干扰了声音的施工。好，通常施工表示这个地方可能在盖房子，或者是在修整地面。施工表示这个地方有 construction，施工 construction site， 施工。好了，我们的会议，好，大家都知道会议，对不对？如果你在上班，公司可能有时候需要开会，会议。好，那么施工各位同学，如果你不晓得施工的意思，你可以看这张图片正在施工中，现在正在施工中好，施工的声音干扰了我们的会议，施工的声音干扰了我们的会议。我正在上课，老公把电视开得很大声，干扰到我的学习。我正在上课，老公把电视开得很大声，干扰到我的学习。好，施工的声音干扰了我们的会议。我多一个的，是不是？施工没有，施工的声音干扰了多个了对，谢谢，多个了这边多个了，好，干扰就好了对，多个了，谢谢。好，施工的声音干扰了我们的会议。好 ，OK， 很简单，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干扰了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好，我们再往下看，你也可以说谁受到了什么的干扰。这里的干扰是一个名词干扰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受到，有一点像 suffer or get receive， 受到比较像英文的 receive，OK， 受到什么的干扰。好，我们来做题目。比如说我正在上课，我受到了外面噪音的干扰，外面可能很吵，有噪音，有 noise， 我受到了噪音的干扰，我受到了噪音的干扰 OK， like I got disturbed by the noise outside。 好雷达，好，各位同学，雷达就是它是一种装置这个装置呢，它能够侦测外面的一些活动
雷达 radar 雷达。好的，那受到了的干扰活动，太阳，好，这个是太阳，对不对？那我们中文说太阳活动，表示太阳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些，可能是太阳黑子啦，或太阳风暴啦之类的哦。好，爆炸了。还没那么快了还要好几万年之后，太阳才会太阳也不会爆炸吧？雷达受到了太阳活动的干扰，雷达受到了太阳活动的干扰，雷达的信号可以很好 ，signal 信号 signal 这个加了个信号不错，雷达的信号受到了太阳活动的干扰太阳活动的干扰，太阳活动是个 specific term 是个专有名词好，雷达受到了太阳活动，各位同学，我们说太阳活动太阳活动太阳活动，对，没有错，这个雷达就是从英文的音变过来的，没有错 ，radar 就是从英文变来的好，雷达受到了太阳活动的干扰，答对了很好，没问题。好，各位同学，太阳活动在这里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我们不用说太阳的活动，我们说太阳活动就可以了太阳活动就可以了。好 ，Hello， 云龙来了，云龙。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好，如果有时候你不受干扰，有人在旁边打扰你、影响你，但是你很专心，你不受这些人、这些事情的干扰，你可以说我不受干扰。I won't get disturbed， 因为我很 focused， 我很专心，我不受干扰。I won't get disturbed because I'm focused。好，那么 not get disturbed at all。好，那你可以说我完全 not at all，totally not。我完全不受乔马的干扰，可能乔马在旁边唱歌，想要干扰我上课，但是我很专心在上课，我完全不受乔马的干扰。如果乔马在我旁边唱歌，唱得很难听，但是我很专心上课，我完全 totally not at all 不受乔马的干扰。你也可以说我不受干扰，我完全不受干扰也可以好，他很专注，专注就是很专心的做某一件事情，他很专注，很 focus。好，不受干扰，完全外界，外界就是 outer world， 就是her surroundings， 他不受外面可能有一些让他分心的东西外界。我们中文很常说外界的干扰，这个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表达外界的干扰非常的常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汇，外界的干扰，外界的干扰。好，他很专注，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因为他很专心，很专心学习对，专心跟专注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好，他很专注，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OK， 外界可能外面很吵，或者是有小孩在哭，但是他很专心，他很专注，他不受任何的影响好，没有受吗？他完全不干扰，不行，要有受。他很专注，完全不干扰，不行，一定要加受他很专注，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不是外界的，不是背景的，外界比较像 outer world，the world，就是外界指的是他以外的世界，这个人以外的世界叫外界，跟背景没有关系，跟背景没有关系
集中跟专注不一样，你可以集中注意力，但是你不能说专注注意力。集中是一个动词，专注是一个形容词。你可以说我很专注，我很专心，你不可以说我很集中，不可以。集中是一个动词，你可以说集中注意力，集中注意力。集中是动词哦，专注是一个形容词啊。对，它以外的世界就是外界，它以外的世界。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广告时间，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每个月$2，请老师喝咖啡，成为老师的会员，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再来看干预这个词。干预这个词跟干扰是不一样的，干预是用强势的方式，强势有一点是用强迫的 force， 很强迫的 dominate， 那种强势的方式介入某一件事情，企图改变或控制情况。好，老师告诉你哦，干预跟干扰的不同在于，干预是你想要跟这件事情有关系。You want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matter, then you're 干预。干预是你企图想要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并且改变这件事情。干扰你没有要变成这件事情的一部分，你也没有要介入这件事情，你只是一直想要打断哦，所以干预这个词一定是你想要跟这件事情有关系。You want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matter.So you want to change it. You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it. OK， 好。他睡熟了，雷声也不行，不可以这样用，我们不会这样说啊。好，他很专注，完全没有受完全我们用不受，比较常用不受，我们不太会没有受。他没有受到，你可以说他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他完全没有受到，如果你用没有，我会加个到哦，他完全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会加个到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好的，其实干预最主要的就是你想要介入 ，you want to be part of it, you want to control.You want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所以干预的那个强度更强你不只打扰他，你不只干扰他，你还想要 get involved, have something to do, and you want to change it, you want to control it. 这是干预，非常不一样干预的强度更强。好，我觉得美国不应该干预他国的内政。内政就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内政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叫内政 domestic affairs。 好，那美国是另外的国家，它不应该去介入其他国家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的内政或控制这个国家的manipulate 控制这个国家的内政。我觉得不是我啦，这只是一个例句而已我觉得美国不应该 should not 干预他国的内政，所以美国想要用强势的方式介入其他国家自己的事情，还想要去改变 change 或者是控制 manipulate 他们的内政好的，好，这只是个例句了好的，那我们有很多跟干预有关的词汇我们来学习一下。政府有时候会干预股市，对不对政府有时候会去干预股市，如果股市跌得很大很大，跌得很深很深，政府会去干预股市。基本上政府是最好不要去干预股市，对不对？不要去干预市场。我们中文常常会说干预市场，干预股市，干预市场好，秀珍，我们中文有一个很好玩的谚语叫雷打不醒
雷打不醒，就是打雷了他还是醒不过来，他睡得很熟，雷打不醒，雷打不醒啊。好，那can you use 干预 with? Of course, sure. Like this sentence. 干预可以用在很多情况，不一定是 politics， 不一定是政治，可以是 economy， 可以是经济的干预，可以是孩子的干预，或者是干预一些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你想要 get involved， 那个都算干预啊，可以是的。好，政府有时候会干预很多经济啦，或者是一些政治、股市、市场会干预。国际干预，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有一些国家很喜欢去干预其他国家的事情，这个叫国际干预。比如说，联合国的 UN 有时候也会进行干预的行动，他去想要去控制或改变其他国家的情况啊，这个是国际干预。国际干预，过度干预这个词，请大家一定要记起来，非常非常重要的词汇。有时候干预还好，但是你 over excessive 过度了 too much。Okay, you get involved or you want to change it too much. 过度干预了，过度干预会引起很多副作用，会引起很多问题，所以过度干预这个词汇是非常常用的，请大家记起来。我们不要过度干预 something。OK， 好，OK， 过高干预，我们不会说过高干预，我们一定说过度，这是一个 fixed term， 一个 set phrase， 过度干预，过度干预。好，不可以去改变它啊。好，你们答案都出来了啊。孩子的私生活，哇 ，private life，private life。好，过度干预孩子的私生活是不对的。孩子有自己的空间，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们做家长的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生活，不可以啊。过度干预孩子的私生活是不对的。我们要留给孩子空间，他们有自由成长的空间，他们有交朋友的自由，他们有思考的自由，他们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我们不要过度干预，我们可以给他们建议 ，we can offer them advice， 我们可以给他们建议，但是不要去过度干预孩子的私生活啊。OK， 好，那这个干预跟干扰啊，我们下周一继续的来聊这两个词汇，因为这两个词汇有一点难，而且也挺重要的。我们下周一再继续聊 Part 2。OK， 好，对，我们要留给孩子空间啊。然后有时候你也希望你的生活不要受到别人的干预，你不希望别人干预你的生活，你想要有个人空间。你想要有 personal space， 你想要有个人空间，你不希望别人来干预你，甚至你的另一半会过度干预你的生活，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他太爱你了，他会过度干预你的生活，那你会不喜欢，你会有反感，你会对这件事情有反感。You don't really like it。你会很讨厌，有反感就是你会很讨厌一件事情，你不喜欢对方做某一件事情，你会有反感，你不喜欢哦。好 ，OK， 那我们明天是聊天课哦。那如果想跟老师聊天的同学，明天请你准时上课。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晚安，再见，拜拜。